我甚至呢把我们组合的名字都想好了。啥？我们的组合就叫“昨天晚上我梦到我太爷和我太奶了”。我太爷和我太奶呢两个人一起过来找我聊天，一开始呢聊得还挺开心的，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越说越生气，越说越生气，到最后哎，两个人联手打了我一顿。你这是个名儿？贺着号，死去的 CP 又来攻击我。行，那死去的 CP 咋没把你带走呢？你有点正形吧？我跟你说啊，漫才我一点不懂。漫才很好理解的，通常就是两个人给大家站在这里演绎一个比较虚构的故事，比如说就是我演一个过气的喜剧演员，生活里头就没招的站在舞台上就苦苦挣扎。虚构的部分在哪里？咋说话呢？那没准我明年我突然就大红大紫了呢。啊，虚构的部分在这里。老许，你过分了啊！开玩笑的，你别往心里去。是那未来的事儿谁知道呢？未来的事情我知道，我收到了一封信，是50年后的自己写给现在的我的信。你看人不红啊，是容易疯。我把这封信带来了现场。你还真有。国仔你好，见字如西兰花。不是见字如面。我现在正在断碳水，所以就不能提面这个字了。你看这还疼。国仔，我是50年后的你呀，你一定怀疑我的真实性吧？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我说个事情，我们最爱喝的酒是25斤装的，25斤也太沉了吧？是呢。酒是沉的香啊。是我。国仔，首先聊聊我们自己吧。这个时期的你，一定总因为写不出东西来，天天急得直跺脚。相信我，未来就不会有这个担忧了。呀，行啊，未来你灵感大爆发了。未来的我只剩一条腿了，没法跺脚。未来这么惨吗？倒也不用为我难过，我现在一双袜子能穿2天。心态倒挺好。国仔，未来50年后的今天，人类实现了永生。为了永生，鸡蛋7个，矿泉水8个，无糖可乐3个。永生的配方好朴素啊！王姐结婚2000，取件码5637，一会儿别忘了倒垃圾。不是你拿人家信当便签了，你说点重要的。王姐结婚随多了。永生，关注永生。其实东北人吃法律这碗饭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世界上真的很难能有一种口音能像东北口音这样啊，什么威胁到司法的严肃性。其实大家不难看着我的家庭氛围挺轻松的，我爸是个警察，我妈是个法官。我小时候在家咋说呢？群众。我小时候闯祸，他俩直接走程序，我爸抓我妈判。但是小时候他俩揍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直到上了大学之后，学了诉讼法之后，发现他俩打的真不对，程序不对。你知道，就按来说，他俩作为夫妻呀，在同一个案件中，我是可以申请一方回避的。小时候放假的时候，经常去我妈工作的那个法院去写假期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唯一的一个放松方式就是到楼下去旁听一些庭审。请问你们看过东北那边的庭审吗？你们真应该看一下，那不小品吗？操，你这老有意思。你知道吗？那种县城的基层法院，有的时候就是两边当事人都不请律师，你知道这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当事人听不懂法官的问题。你知道有一次那个法官坐在台上问被告有什么异议，被告说有教育意义。那法官都懵了，法官说啥玩意儿教育意义？我是问你对原告提出的证据认不认可？被告说啊，那不认可。法官问哪里不认可？被告说心里不认可啊。
家里人也希望我走法律这条道路。我高考的时候考到那个西南政法大学。嘿，谢谢。哎，读了4年的法学本科，然后后来又考研，然后考到了四川大学啊。感谢。然后其实刚才讲这些，就是想说，其实作为一个法学生，有几件事必须要做。我也一样，我花了1年的时间认真准备，然后高分通过了法考，又花了1年的时间认真实习，然后拿到律师执业资格。现在在我们律所里面也算一个还比较有口碑的脱口秀演员。其实我律师当时这样，我自己都挺失望的，因为很小时候对律师这个行业就特别向往，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拜读了这个行业最经典的那部巨作《何以笙箫默》。当时我就跟他僵持的时候，有2个老大爷，一个老大爷跟另外一个老大爷说：“老张，来名人了。”谁呀？旁边那大爷，是不是奥巴马呀？当时喜欢我的男孩就特别激动，因为他们都非常爱我，就像那些兄弟，我能感受到他们眼神里边带着那种炙热。过去跟那个老大爷推销我，他说：“大爷，哎，给您2个关键词。这是谁？北京。哎，顶流。那大爷啊，鹿晗。大爷把手机咔就举起来了。我说你别拍了，大爷别拍了。大爷说没有，我发的抖音。我说你别这样。大爷说小伙子，你要想啊，拍你肯定是因为喜欢你，那为啥拍你呢？对吧？哇哦！当时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回到了校园里，碰到了那些就是非常暴力的高年级同学。我小的时候，学校里边校园暴力非常严重，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霸凌，没有，就是高年级没事就是葫芦你，就是玩儿。我在学校里走路，我什么都没干，我就在那儿走路。一个高年级上来给我一个大逼斗，我说有何贵干？他说还好意思问，打的就是你刘旭。我说刘旭，我特别痛苦，我就找班长，我跟班长说，我说班长，高年级给了我一个大逼斗。班长说也给我了。我说这也不值得骄傲啊。高年级跟我说，每天让我给他5块钱，要不然就扇我大逼斗。班长说啊，他们跟我说的是每天拿5块钱领一个逼斗。我说班长真是苦了你了，我们都上学你还打卡。我说咱们怎么办呀？咱们得解决这个问题啊。班长说不用害怕，我妈是法官，我爸是警察，我以后要成为律师。我说兄弟，用不了那么大，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告老师吧。我们俩就去告老师，告我的班主任。我跟班主任说，我说班主任，老师，高年级给了我一个大逼斗，特别疼。人老师说，我会帮你联系他们的班主任，但是我也想问你一句，你要想一想，为什么只有你挨打？我说还有班长。什么氛围？这又不是悲剧之王，开心一点。刚才陆姐讲多好啊，对吧？我呢，其实台下呀，节目播出之后，很多人给我发私信，很多人就说：“哎呀，付航，我上大专了，我该怎么办？”我就给大家一个一个回复，我说：“兄弟，你的人生还没开始，你的人生还没开始，你的人生还没开始。”但是见到最有意思的一个，就是前2天收到一条私信，他说：“航哥，怎么去你的大学？”他说：“哎呀，做人类好累呀，永远要分1、2、3本，人还分3、6、9等，做动物就好了，不分阶级，没有烦恼。”不是的，动物也有。我看过泰国当地一个新闻，当地的农民训练猴子上树摘椰子。摘完了放进马车里，农民驾马车，猴子扒马车，非常开心，就是
呀。非常和谐的画面，动物保护组织不乐意了，过去谴责说：“为什么要让动物工作？为什么要让动物工作啊？”啊，农民就道歉啊，农民懵了，猴也懵了，啊，猴就，当然最懵的不是农民，也不是猴，是马车前面的马。马看着记者。农民说：“哎，对不起，不应该让我的动物工作。”马说：“我，你，马。”记者看到了，记者说：“哎呀，马惊了，快射杀他！”马从那天开始就不开心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垃圾猴子连工作都是错的，连他被营救走都是我拉着去的动物园。他跟猪抱怨，跟牛抱怨，他说：“我不想上班，我就想天天过节，没有人不喜欢过节啊。”猪举手，我怕过节。每次都少好多朋友。我要是宠物狗就好了，没有这个问题。他们没有烦恼，宠物狗有烦恼。我小的时候有一只串串，串串就是不是纯种的狗，大家都会觉得它们便宜低端。它跟小区里边那些高级绝育的名犬完全格格不入。那些绝育的名犬见到它都会说：“哎呀，可怜的小串串。”可悲的小串串，你好低级，你好 low 啊，你好便宜。你看，我有主人给我买的美丽的华服，你有什么？我们家狗说，我有生育能力。它已经离开我了，但是我一点都不难过。因为我知道，只要我记得它，它就永远陪在我身边。但是它一辈子都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类第一次看到它就讨厌它，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低级的串串。猴也有烦恼，大家老觉得呀，猴没有烦恼，猴的烦恼没人懂，我懂。只要不工作的猴子都得给人类表演。所有人都有烦恼，所有东西都有阶级，我也有烦恼。你们想得到吗？我的烦恼是，最开始的时候我表白失败带来的容貌焦虑。你们想不到，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清纯内敛的美男子。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忧郁男孩。对，那时候只要你一忧郁，别人女孩就想拯救你。90后都应该知道，当时我上网搜忧郁男孩表白攻略，非常简单。你说你有罪，你知道吗？女方说不知道。你说你偷走了我的心（括号你们俩幸福的在一起）。我说有点东西。我看着我们班女同学，我说你有罪，你知道吗？她看着我说我杀你爹了。你有病啊！你要学忧郁，看看人家台湾偶像剧里《流星花园》里边的花泽类，那才是忧郁美男子。我去看了，台湾偶像剧，花泽类站在天台上看着杉菜说：“喂，不要哭了，想哭的时候你就倒立，那你眼泪就不会流下来了。”我懵了，我说太酷了。看到女同学一要哭，我也想说同样的话，一紧张说错了。我说喂。想哭时候你就翻跟斗，所有同学那样你的眼泪就被甩干呐。我只能看中文版，看不了其他的国文，因为泰版翻拍了《流星花园》，也是俊男靓女，非常帅气，我实在看不进去。非常帅气到天台上，花泽类看着杉菜，喂，講咩食雞？廿兩係奶。我实在看不下去，
你知道舔狗呢，就是犹豫。我到最后毕业之前还没有表白，最后鼓足勇气给他写了一首情诗。我说，给你写了一首诗，可以读给你听，向你表白吗？他看着我说，嘿，你别说啊，付航，你还真别说。我说你也喜欢我的文采，他说不是，我的意思是别说。我说啊哈哈，哈哈，真心话大冒险。一转头，操场就我一人。那时候的男孩都是这样硬撑。我说，那你不喜欢我哪一点呢？他说我不太喜欢那种黑黑的、长得像猴的男孩。我说谢谢你，祝你幸福。我当时哭了，我突然想起花泽类，我一下就立起来了。我就想试试眼泪到底会不会流下来，结果朋友们眼泪这么流下来。我跟那儿倒立呢，那女孩又走过来了，说：“呀，又耍猴。”付航，你应该考虑一下，你长大以后靠什么生存？你学习这么差，难道你现在长大之后还能靠每天在班里耍猴一样逗别人笑生存吗？可以。当时我以为他在拒绝我，殊不知命运的齿轮已经偷偷开始转动了。但是我内心还是特别难过，因为我失败了，我表白失败了，我就太痛苦了。朋友看我太难过，带我去玩了一个类似剧本杀的剧本，是角色扮演的，每人一个本，翻过来才知道自己什么角色。我一翻，舔狗 A。我读那个剧本，每天给女主角写情诗。我说，哎呀，我看那个女主角眼泪下来，我说你知道吗？我是你的舔狗。那女孩看脸自己剧本啊，我的剧本里根本没有你。这就是真相，朋友们，我悟了，舔狗永远读不了女神的剧本，但是我又触底反弹了，舔狗的剧本里，舔狗才是主角。我再也不当舔狗了，以后别人一说，哎，付航，我跟你分手吧，你长得像泥鳅，我就嘿嘿，你杀青了，在我的剧本里杀青了。从那天开始，跟异性发微信2分钟不回直接拉黑。我妈找了我3年。我表面装作坚强，我说：“哎呀，爱情嘛，算什么，对不对？”但是我内心里边容貌焦虑还是深深刻在我身上。有一次我在家里太难过了，我哭了。我突然想起他说我黑，我就特别认真，我想看看我妈妈会不会骗我。我说妈，我黑吗？我妈说儿子你一点都不黑，你就是有点暗。我说连您也这么说我。我就去地铁环线来回坐，哭得满脸都是鼻涕眼泪。我去男厕所拿免费的卫生纸，我就跟那过了一个女的清洁工大妈，小伙子你要上吊啊？我说上不上吊另说，你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相遇呢？这不是男厕所吗？男女授受不亲，您这个应该懂吧？他看着我就是老年人标准那套，就是要，我能当你奶奶？我什么没见过呀？你个小黑鸡崽子！我说你还给我起日本名儿，小黑鸡崽子。真的，当时容貌焦虑又触底反弹了，朋友们。我突然发现，我永远没法改变别人怎么评判我的容貌，啊，我只能自信起来。从那天开始，我接受了，我就长这样，满脸痘坑，大鼻子，一眼大一眼小，但没问题，我就是我。你觉得我长得帅，就是我给你的福利。你觉得我长得丑，就是我给你的惩罚。我就是我。但是我一直不相信会有女孩爱完全的我，直到我遇到了一个女孩。那时候我刚穿上保安制服，我穿上保安制服，所有的同学看我，付航，我就 yes sir， 付航，我 yes sir， 我看着那个女同学，我说 yes sir， 好笑吧？她看着我说，我觉得你穿什么都很帅。哎呀，我说 what？
不好意思，女人，我可能爱上你了。他一下就笑了，他就跟他就笑了。他一笑，我说这女人竟该死的甜美。我说我会娶你的。他看着我，10多年过去了，时光荏苒。上一次我见到他，我还问他，我说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说这些。他说哎呀，我早就不记得了，别恶心了。但是付航，你要记得早点回家，我在家里等你。在这儿，我想非常认真的跟你说一句话：10多年了，所有人都说我是废物，但是只有你说我是天才。你教会了我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管你的出身、学历、家庭背景，只要你敢勇敢的做自己，就总有人会爱你。谢谢。朋友们，一整季了，只有我跟大家一样，从来没有登上过这个舞台。谁懂啊，家人们？今天终于是逐梦成功了。站在这个台上呢，我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个舞台在今天即将诞生今年夏天中国单口喜剧行业的总冠军之一。啊，那边还有一个。好，那我们话不多说，让我们欢迎10位冠军候选人入场。第一组演员，他们是爱骑共享单车的喜剧卷王刘洋，文本能力者航海王小罗，以及为他们加油打气的老王建国。好，谢谢。那么第二组演员是周奇墨和他加油打气的幽默新娘小鹿，碰上他，你在劫难逃。以及看来是在抢亲的东北偶像剧男二翟佳宁。好，谢谢一家3口帅气的亮相。让我有请下一组演员，他们是由杨笠加油打气的唐香玉、于翔宇、黑灯为大家带来一首原声大碟，预备唱。别个千纸鹤，在西头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生的好，笑逐颜开。可以了，好，谢谢，不要再开阔大家的耳朵了。好，我们最后一组的演员，他们是由庞博加油打气的猴王富豪、刘仁成和田鹤翔。最后一难，拿冠军。谢谢师徒4人。奇异果 TV， 奇异果 TV，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全球的单口喜剧爱好者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2024年京都念慈庵喜剧之王单口季总决赛的现场，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见证年度总冠军的诞生。在这个不辞旧也不迎新的10月份，也不知道万物是否正在复苏的星期五，我们向此刻仍然坚守在屏幕那边的爱奇艺会员朋友们致敬，你们破费了！哎，蒋龙啊，哎，怎么了？你的嗓子怎么了？我的，哎呀，有点不知道啊。嗓子难受怎么办？幸好有我们的老朋友京都念慈庵。哎，有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着？有了京都念慈庵，想笑几天笑几天。这一季
起来自16个单口喜剧俱乐部的44组演员，为大家带来了129段高一脚低一脚的喜剧表演。这一年，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喜剧观众越来越少，但喜剧节目越来越多。说谁谁谁好笑的评论越来越少，说谁谁谁不如谁谁谁好笑的评论越来越多，节目的赞助越来越少，但赞助商越来越多，咱们4个的梗越来越少，但咱们4个的话越来越多了呀。但好在观众朋友们挺过来了呀！朋友们，在我们这个纯粹的、极致的、有坚守的单口喜剧节目里，您们被迫欣赏了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请看喜剧之王，喜剧之王单口季。再次欢迎大家来到喜剧庄单口季的总决赛，欢迎大家！美，都美啊！大家好，我是唐湘玉。哇，总决赛就是刺激啊！这家伙把我搞得跟飞行嘉宾似的。我们节目也播了好几期了。前几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说现在镇上、县里、市里都在找我，我一下就慌了，这是要通缉我。我没提家乡名字呀。他说你得提呀，你这不是白宣传了？我说我没宣传呀，你要不要看一下节目？我一句好话没说。家丑过羊也可以叫宣传吗？高情商这一块还得是山东人哈。跟我说还要来采访他，怎么教育的？我说有没有可能人家说的是你怎么教育的？是不是太自信了？就好比哪吒闹了海，龙王带着虾兵蟹将打上门了，李靖说我不接受采访，海鲜也拿回去，根本听不进去，已经飘了整个人。当天就把自己的微信名从天道酬勤改成了湘玉爸爸。我说怎么着，爸爸，你不想努力了？反正家里觉得能上电视那就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得惹多大事才能上电视？我爸都让亲戚来我家看电视，看我比赛的视频，人看了半天说：“哎，这不都是骂你的吗？”他说：“没有啊，这不也有骂你们的吗？”我还挺担心他们看到的，我妈也很担心，担心看到我火了，亲戚来借钱。我说咱先把借亲戚的钱还上，行不行啊？我们家族这一次也是异常的重视，拿出了最高礼仪。按照之前的约定，说每上一个节目，家谱上就给我加一个括号。今年在我名字那一行，加上了喜剧之王。周星驰老师做梦都想不到，这辈子能上我们家家谱。我自己这边啊，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反馈，每一期播出都有一些男网友给我发私信，要娶我。为什么？我明明讲的是不要催婚，怎么就成了征婚？是咋理解的呢？就女生说不要就是要，他不会以为我在欲擒故纵吧？这都啥年代了？女生说不要那就是不要啊！不要不给我投票啊！啊，现在就投，我不要男票，我要票。当然了呢，也有那种很真诚的人啊，他说很喜欢你，但感觉驾驭不了你。听听这个用词，驾驭，我还以为离开职场我就不是牛马了呢，没想到到处是牛仔啊。
类似的还有什么好怕降不住你，你还怕降不住我，我都没怕磕不死你呢。就关键这些私信我每次都点开，因为它开头写的很官方，什么唐女士您好，何时有空啥的，我以为是商务，没想到是家务。我好好给你演出，你想一出是一出。我做错什么了要当我老公？也不是不能商量哈，主要这关系发酵的太快了，一下子太甜我也接受不了，我还是喜欢自然一点，慢慢来，微微发酵就挺好。就像统一无糖春福绿茶，里面的绿茶创新采用微发酵工艺，带来温润自然茶香，真的是恰到好处。这个商务也是恰到好处，真的爱我你就给我商务，钱在哪爱就在哪。但是呢，我说实话哈，真的要说真的，我承认我也驾驭不了男人。你看我这么能，我也驾驭不了男人。你别说驾驭了，我有时候都理解不了他们。就前段时间流感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很暖心的热搜，说老公误把酵母粉当感冒药给老婆喝。酵母粉是想把老婆也微微发酵吗？是怎么做到的呢？就黑灯都干不出这种事儿啊！有些评论更加的迷惑，说：“哎，算了算了，我老公也这样，我老公还给我喝过期的呢，这怎么还卷起来了？笨蛋老公爱上我。”更有甚者说：“习惯就好，大猪蹄子常规操作。”我最不理解“大猪蹄子”这个词。明明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糯叽叽呢？猪蹄子可没惹，不要丑化猪蹄子，人家没有这个猪脑子。但我不敢想象这个事儿如果是女人干出来的，评论区得是什么样？那可能不是大猪蹄子，那得是小金莲子。大郎，起来喝酵母粉了。咱们家做炊饼的，这玩意儿管够，多喝点儿。这么多年你也该发起来了。但好像再离谱的行为啊，放在男人身上就容易被原谅，甚至有点可爱。但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啊，这是一种歧视，我觉得对哥哥们很不公平。我心疼哥哥，这就是在害哥哥。还常规操作，你不说他，万一他给自己喝，喝成了教父；万一他给领导喝，被领导锤得糯叽叽，你不心疼，我心疼，怎么办呀？这一期又表现得这么善解人意。播出之后，又会有一大批人爱上我。但我真的求求了，不要再给我发私信了。我现在事业上升期，没有时间驾驭你们。牛仔很忙的。谢谢。嗨，大家好，我是黑灯。有修电梯这个钱，不把路修平，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吧？反正最后一期了嘛，随便说了就，对吧？播也播到现在了，我也收到了一些评论，有一条说黑灯还是挺好笑的，但始终没有跳出盲人这个身份。怎么跳出呢？对不对？你给我治好了，我给你跳，好吧？你给我治好了，我给你撑杆跳，好吧？老是盲人视角，盲人我能有个视角就很不错了，就。今天还是讲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讲的还不够，大家还是不了解，有很多东西可能大家平时根本没有注意过啊。有一些给盲人设计的那个设施啊，其实就是摆设。给你们举个例子，地铁的楼梯扶手上面有盲纹，有人见过吗？没有。见过的鼓鼓掌，我看一下有几个。啊，可能不到1/5。你想想看，盲人怎么能摸到它？你们都没见过，盲人要摸到他得多好的眼睛，你想想看。
OK， 就算能摸到。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写的是啥？有一个交通报的记者告诉我的，他统计了40几个有地铁的城市，大概分2种。第一种写的小心台阶，你不是探索到发现是个台阶，你在靠边扶的扶手吗？一摸有字，哎呦，小心台阶。可是你没发现台阶，你是摔到那个扶手上，哎呦，小心台阶。你写小心台阶跟写了扶手2个字有什么区别？一摸扶手，一摸铁的。第二种写的是向上，或者向下，就看哪头，这头是向上，这头是向下。你摸还在那拼的向哪儿？你往前摸一下呀，向上呀，这是。就没什么用，啊，就是个摆设，给你们看的，能理解吗？你哪天你要自己无意间发现这几个盲文点点，你没准都会被他感动了。哦，就拍个照，发个小红书，哇，这个设计师天才，这么小众的需求都想到了。发个小红书啊，都是谁在用这些小众设计啊？点去啊，瞎子在用。我不是，我觉得你换个思路吧。不能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的，你改一改，让那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没什么人摸到嘛，让摸到他那个幸运盲人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改成吉祥话。摸到了开心一天。一摸恭喜你摸到我了，你最棒！老前途一片光明。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他就会愿意去摸，会给他惊喜，给他欢乐，他会去摸一摸，就摸一下，写的是什么？我在人民广场9号口很想你。还有一个也是类似的，这个应该都见过，那个也是在地铁里盲道，这个见过吧？有没有发现它的规律？没有规律，每个站铺的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大概是沿着那个2排屏蔽门嘛，2条盲道，唰，几百米，不知道要去哪儿。从头铺到尾，你干啥？铺到车头干啥？让瞎子去开车是不是？还有那种铺到头的给连起来了，盲道闭环了，瞎子在里面能玩1天。你要这么铺，我大概就理解思路了，知道你不太出门，出来一趟多锻炼。也有动过脑子的，我7月份去有一个地方演出啊，碰到了一个站台，他把盲人导到那个直梯下到站台，再把盲人导去无障碍车厢，就是有一个车厢就没有座，你就是轮椅待那个地方都见过对吧？无障碍车厢让轮椅去 ，OK， 让盲人去干啥？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对不对？忘词了。看不了提词器，让我想一会儿哈。他没有提词器的。你知道为什么会忘词吗？本来前面有个商务，然后被一个主动的人抢走了。哦，为什么？哦，你们假装我还记得哈。轮椅去呢 ？OK， 让盲人去干啥？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对不对？为什么非要他们待在一块儿？聋子、瞎子、瘸子、傻子，说是要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结果把残障人士导到没有座的车厢。谁给瞎子让座？就轮椅有个座算是。说你们别看了，别看了，我不坐了，你坐吧。我虽然一条腿，但这么多年独立惯了。你坐吧，你坐。就把有障碍的人导到无障碍车厢就解决问题，他就这么粗暴，哇，太粗暴。我用这个逻辑对待你们，你们也接受不了。就是听力障碍的朋友会自称聋人，把听得见的朋友叫听人，这个知识点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我告诉你们了，你想想看，如果我也用这个逻辑，你们肯定接受不了。看不见的叫盲人，看得见的叫贱人。接受吗，贱人们？接受吗？接受吗？不能这样，你得具体分析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啊，这些盲人设施就应该让盲人自己来弄。我之前其实已经阴阳过一回了，我说盲道修成这样，不会是盲人自己修的吧？当时只是开玩笑，回去想了一想，有道理，就应该让盲人自己来弄嘛，他们是用户呀，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是用户。再修不好，也不能怪别人了，是吧？我再上一次为盲道生气是去年11左右，看到一个热搜，说有个地方在修不锈钢的盲道。不锈钢下完雨之后跟溜冰没有任何区别，就这么爱吃，路上都是虾滑。脱口秀完蛋了，一边骂谐音梗一边鼓掌，笑成这样，是吧？当然，个人的力量要做这个事情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要成立一个机构来推动这个宏大的工程，对吧？反正不能交给其他机构，他们很难和残疾人真正的共情。我们弄一个机构，啊，宗旨是消灭对残障的歧视，让每一个残障人士都过上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这名字叫普联，普通人联合会，只招残疾人。招一些盲人来修盲道，第一解决盲道不好的问题，第二解决就业的问题。是会铺的慢一些，但你不要催他就好了。修好了你又不走，你着什么急呢你？你要真嫌他太慢的话，招聘条件也放宽一些，招一些聋人，他们出了名的手脚快，让盲人监督他们。这个工作关系就非常和谐了，都不会闹矛盾。你想想看哈，架都吵不起来。我可以当着面骂他，我说你是不是聋啊？说了10几遍了还这样。要是对方会读唇语，我就戴口罩。我说你是不是聋啊？我说了10几遍了。他也可以当着面骂我，骂3天3夜，骂到3更半夜，骂出腱鞘炎。盲人心如止水。本来这个段子还能更好笑，只能比这个手势，其他手势他们不让比。决赛还是有点紧张，能看出来，对吧？我刚才还担心呢，我说哎呦，都是强手如云，比什么呢？他们说你就讲这个段子，我说那就不怕了。什么小鹿小罗，你就往后挪一挪吧，你就。什么父航留洋凉凉就是。等我们那个所有盲道都修完之后呢，你想想看，为了纪念这一伟大工程，肯定要弄个碑，刻个碑文，就刻盲文。但是可能几千年后盲文也会破译不了嘛，对不对？也考虑到了，所以那个碑翻过来背面会再刻一个2维码。要是那会儿还扫码的话，考古学家一看到码就大为惊喜，应该是能破译了。手机掏出来一扫，滴就2个字：石碑。我讲到这，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阎鹤祥。哎呀，我进了决赛了，单口季的决赛。这是相声的扭曲还是脱口秀的沦丧？今天来了好多第1季的老朋友，我就第1期还行，都看了，后边就越演越完。我现在回想我头1期就像空城计，知道吗？就贺退那一回，每回来的观众我都像诸葛亮一样告诉司马懿来进来，弄死我杀死我，空的没的。导致那之后，其实我一直在这个舞台上会选择逃避。因为我甚至会到网上去看对我一些负面评论，给我一些逃避和退赛的理由。阎鹤祥这个演员那么大岁数，说脱口秀梗一点都不密。我叹了口气，还真是人上了岁数，不光骨质会疏松，包袱也会疏松。
然后脱口秀演员还夸我呢，你看相声演员多厉害啊，在台上倍儿松弛，场子凉成这样，一点不紧张，还说呢。还有人说我阎鹤祥，你说脱口秀相声味儿太重了，可我就是个相声演员，我前20年拿相声当班上。你说我脱口秀相声味儿太重了，不如说我脱口秀班味儿太重了。然后人过来跟我解释，严老师，这个班味儿啊，它不是相声味儿，这班味儿是我们年轻人现在面对职场、面对领导那种敷衍的状态。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又是我呀，这叫班味儿。我说这就是相声味儿啊。还有人说，阎鹤祥，你说脱口秀像说评书的。这点我得承认，我就是来取经的，因为现在没人听评书了，天天都在刷短视频，10分钟看电影，谁还听我们讲故事？没有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都是小美、小帅得标丧标。我们现在在剧场说评书都改了，请您欣赏传统评书3大白骨精。列位请看，这个猴他叫小帅，这个姑娘她叫小美。小美可能还不知道，再过几秒钟，她就会变成一堆白骨。这已经是她第3次被打死了。正在这时候，打那边来了一个丧彪。哎，书说至此，姐妹们都会问小美白骨精身上穿的衣服链接。请关注屏幕右下角的小黄车，评论区有优惠。哎呀，我们这些传统艺术跟不上这些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在选择逃避。所以后来我就开始骑摩托车周游世界。有记者采访过我说：“严老师，你为什么要当时选择骑摩托车呢？是因为喜欢机械吗？”我说：“不是，是因为那时候说相声赶场。哎，赶场不都应该骑共享单车吗？”我说：“我那时候没有共享单车，我那时候如果有共享单车的话，你就会看着我骑共享单车周游世界。我还没出河北就被扫走了。”还有说的，严老师。您觉得您周游世界最重要的是不是诗和远方啊？我说最重要的是钱和假期。哎，那您是不是追求风一样的感觉呢？我说完全是为了耍帅。哎，您是要走到世界尽头才会回来呢？我说没有，有挣钱的活我马上就回来。哎，严老师，那您看我们报道的时候，是不是让您回答那么写？我说别介，一定按你问的那么写呀。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我还要面对我妈。我妈觉得我40多岁不结婚有问题。完了以后呢，我跟她说我要周游世界，我妈就觉得我要离家出走。因为我10几岁的时候离家出走过一回，那回是因为我早恋。然后我妈跟我说：“儿子，你怎么了？10几岁的时候你要领一媳妇儿回来，妈阻止你离家出走。现在你40多岁，妈逼你领一媳妇儿回来，你干嘛还要离家出走啊？”我说：“妈，这叫call back，知道吗？”我妈特别关心我，我在国外骑摩托车的时候非常的颠簸，导致我那个微信步数每天能颠出几万步。然后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儿子，你不是骑摩托车周游世界吗？你这摩托车丢了，你往回走呢吗？你走特累吧？你得多喝热水。”这就是老人，当他不了解你、想关心你的时候，他跟你说你要多喝热水。我说：“妈，您了解我吗？您老让我多喝热水，年轻时候跟我爸学的是吗？您了解我，您知道我干嘛吗？您知道我烦什么吗？您又让我多喝热水。”我妈说：“儿子，我想了解你啊，你为什么不说相声了？脱口秀是啥呀？你为什么不结婚啊？你为什么离家出走啊？”我说：“妈，您多喝热水吧。”所有都是逃避。我逃避跟父母的沟通。我最逃避的是什么事儿呢？其实是郭麒麟。说到这时候，所有人心里都会说，他又来了。阎鹤祥这个无能的人，他不说郭麒麟，他就讲不了段子。但是，郭麒麟不是我的段子，郭麒麟是我的处境。我其实比每个人都不想提郭麒麟。为什么？因为当郭麒麟最火的时候，我几乎在北京是不见生人的。为什么？因为我一旦认识一个新朋友，不说实际话，他就会跟我说：“哎，郭麒麟还说相声吗？”所以我就骑摩托车，我想离开、逃离我这些处境。
我从北京出发，我走河北，我走山西，我走陕西，我到西安，我过内蒙，我到宁夏，我出新疆，我到中亚，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我进伊朗，走土耳其，过黑海，到意大利，过阿尔卑斯山，我骑到了德国，我进瑞士，我到法国，我到意大利，我跨过大西洋，我到美国，我到阿拉斯加，我走东海岸，我走西海岸，我走过66号公路。我走过中美，我走过墨西哥，我走过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厄瓜多尔，我到南美洲，巴西、秘鲁、乌拉圭。当我把我的摩托车骑到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5月广场的时候，我觉得我逃避了所有的东西。这时候走过一个中国人，哎呦，严老师，您骑摩托车从中国来啊？过今天说相声吗？我觉得我一定会逃避这些东西。我从阿根廷一拧油门，我又骑了几百公里往南去，穿过潘帕斯草原。你们知不知道地理上有个概念叫对指点？就是你站在这个地方，直处地心，穿到地球的另一面，那个点叫对指点。如果北极的话，南极就是它的对指点。我找到了我家的对指点。这个地儿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和巴塔哥尼亚高原的交汇处，巴西、阿根廷有一个重要的河流叫内格罗河的下游，一望无际，全是草原，什么都没有。你站在这个地方，是离你所有处境和困境最远的地方。你不能向前后左右多迈一步，因为多迈一步你就离你的处境又近了一步。往前走可能是父母催婚，往左走可能会失业没工作。往右走就是爹妈都老了，我往后退一步，我把我摩托车碰躺下了。这就是人生，退无可退。当那一步的时候，你觉得你双脚离地，你可以离这点再远一点，但是那儿连棵树都没有，你都没法上吊，你知道吗？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心里有了一棵树，是什么呢？就直到我来到了这个舞台。我原来以为我很了解脱口秀，但实际上不是。如果喜剧是个圆的话，脱口秀这个点其实是相声的对指点。就是如果走心的话，我们是最近的；如果不走心，可能就是最远的。但是今天，这可能是我最后一场演出，我非常高兴，因为一旦我结束这个演出，走出这个舞台，我无论走向哪个方向，都离回家说相声又近了一步。这就是我今天最后的演出，也许无法改变，但请不要逃避。相声演员阎鹤祥下台鞠躬。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翔宇。能走到总决赛，我真的挺开心的，感觉应该能挣钱了吧。我最近2年真的很想挣钱，不光是因为我是学哲学的啊，是因为我妈前2年开始搞网络理财了，不是炒股跟基金啊，是那种非常正经的诈骗 APP， 就是那种 P2P， 爆雷之后就把你的钱全都卷跑了。我妈也报警了，但没啥用，那个骗子早都把财产转移到了国外，可能连移民都办完了，钱肯定不会还了。你骂他，你怎么中国人骗中国人呢？他说：“哎呀，已经是外国人了。I am a foreigner。”我妈手里没钱之后吧，家里很多银行贷款都还不上了，还被银行起诉，上了那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我听了以后说：“那咱慢慢还钱可以，但这个事儿是不是影响不太好啊？我也是这种抛头露面的工作。”说：“没事，儿子，你放心，妈已经查过了，这个是不影响子女的。”你就该干嘛干嘛，搞你的脱口秀，进娱乐圈。妈看了，娱乐圈很多当红的明星啊，父母都在那个名单上。加油，儿子，妈上了那个名单，你就半只脚踏进娱乐圈了。
然后我妈为了要还钱，就想找点挣钱多的活儿，但人上了年纪也没啥能干的，她就决定去干月嫂和育婴师，因为家长舍得给孩子花钱，工资还可以。她就跟我说，她正在努力学习如何带孩子。我说妈，你不会呀？她说不是儿子，我是在学习更加科学的方式。妈以前带你的方式都是错的，我现在已经学会了科学喂养，给小孩开发大脑。鼓励式教育，让孩子感受到爱。我听完觉得我感受不到爱了。我以前咋没有这些呢？我那个心情就很复杂，有点像看到前任对别人更好了。我意难平啊！我用我的整个青春和童年教会了他如何爱别人家的孩子。我都不敢问他妈，那你爱我吗？我怕他说儿子爱过。而且我妈这个人还挺可爱的，她会忍不住想要跟我分享她的进步，但有时候看到她对别的小孩越好，我就越羡慕和嫉妒。有时候她跟我打电话，也不聊她的生活，也不聊我的生活，就聊那个小孩。有一次她跟我说：“儿子，妈今天带那个小孩呢，弄倒了一杯水。妈本来想骂他，但我想了一下，他在探索这个世界，我就没有骂他。我记得你小时候这样的时候，我肯定骂你。”你爸还叫我揍你呢，我当时就有点生气，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因为我大脑没开发。我妈有时候跟我打视频都会带着那个小孩，有一次她在给那个小孩早教背古诗，她就说：“来来来，快给小雨哥哥也背一个听一下。”那小孩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我说小弟弟，你知道这首诗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吗？这里面用了一个拟人的修辞手法，一个怨字表达了诗人对不幸童年的叹息，和对原生家庭不满的愤慨之情。而且我妈现在带小孩这么专业吧，我还很担心一件事儿，我怕她以后给我带孩子要收钱。别到时候我说妈，我们都要上班了，你能过来带一下孩子吗？妈，叫什么妈？叫李阿姨。跟谁俩妈的呢？我以后在家只能叫爸，李阿姨。感觉我爸二婚了。李阿姨确实对我挺好的，是真把我当亲儿子。但是我吐槽归吐槽啊，我还是很佩服李阿姨的，因为她业务能力确实很强，经常会有人给她送锦旗。去年过年，她还跟我说她要升职了，她要去美国带孩子，啊，因为有些美籍华人还是想找华人带孩子，可以学汉语、学传统文化嘛，就想从国内雇，开的条件确实挺好的，就包机票、包签证过去，开的工资也很高，开9000美元一个月。我听完说这个月嫂一定要女的嘛，那不是美国吗？我可以自我认同为一个阿姨。而且啊，但我当时担心这个不会又是诈骗吧？啊，不会骗子去美国2次创业了？我就提前想把李阿姨联系好，确认完全部是真的，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说妈，那你要去美国这个事儿可不小，你有啥计划你跟我说一下。那你是不是去了美国？那你就不回来了？那个钱你也不还了？你成外国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是儿子，妈肯定是要还的。你看妈的计划是这样的，那不是9000美元一个月吗？那我在美国干个1-2年，就能快点把国内的债给还清了。我心想说，妈，你野心也太大了，你让中国人骗的钱让美国人还，还真是5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他最后肯定还是没去美国啊，因为他还在那个名单上面。哎呀，然后我上一轮录完回家，他还在跟我聊这个事儿。他说在国内带了5年孩子，也终于能把钱还完了，也不在名单了，还跟我说，儿子，妈这几年挺对不起你的。人家都是父母帮忙铺路，你反倒要担心爸妈，妈跟你说声对不起。我说这有啥的，这不写了5分钟段子吗？
我也没想着你帮我进娱乐圈，但我决赛圈可就靠你了。杨队，谢谢你们，谢谢李阿姨。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一路走过来耍帅，然后牙磕到话筒上了，刚才。总决赛了，然后跟大家聊一下今年的一些变化。今年首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在2个节目里面都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绩。说实话，我现在人性都有点变了，我现在开始装了，你知道吗？尤其是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采访的时候，记者问，2个节目都一直赢的感觉是什么呀？我说，是一种超越了主观意志的失重感。他说什么意思？就是飘了，还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我今年当爸爸了。谢谢大家。然后有了一个儿子，叫小野。他出生非常有意思，跟各位说一下，他出生在4月30号，给各位科普一下，4月30号是国际不打小孩日。一出生带给我一个信号，但是我不怕，因为我不过洋节，我。然后他还有一个冷知识分享给各位，现场你们算来着了，就是刚满月的婴儿不会说话。哎，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刚满月的时候，我们俩把他接回家，我在电梯里抱着我儿子，一个老大爷执着地问我儿子：“你多大啦？多大啦？”我说：“你告诉人家呀，没礼貌呢。”不好意思，大爷，这孩子特别不会说话，但是他不会说话，特别能哭，就哭起来真的哄不住。我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了，就不知道咋办。你在这抱着哭，给安抚奶嘴哭，你在这抛接他哭，单手抡哭。把他用球投篮哭，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哭得最狠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完了，将来我跟他一块坐高铁，我会被骂到死。而我对这事儿无能为力。如果高铁上还有一个脱口秀演员把骂我的这个事儿写成段子，我就彻底完了。我儿子只是丢脸，我连段子都丢了。所以我想了一个策略，如果我跟他一块坐高铁，我要抢在所有人之前先生气。我要先假装不认识我儿子，然后我儿子一哭，我就站起来。谁家小孩？谁家小孩放我旁边哭呢？有人哄没人哄啊？没人哄，我哄了啊！还没人哄，真哄了啊！刚好带着个安抚奶嘴儿，把孩子含上。我呀，就是一热心肠，平时也不帮忙。这孩子我都不认识，多大啦？然后，我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突然就开始理解那些在高铁和飞机上坚持要用手机开功放的人，他们肯定是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法让手机安静下来。他们自己在家哄，根本哄不住，跟手机说别播了，好不好？别播了，播完这个就不播了啊！哎呀，还连播了，哎，该死的大数据啊！然后含个安抚奶嘴儿没用，还是播，然后带到高铁上还是播，没办法，他也不能像我一样突然站起来，谁家手机啊？这是？没人要，有人要没人要？不可能，一定会有人要。他只能跟别人说不好意思啊，这个手机播没电了，就不播了啊。这样我一会儿把声音开到最大，声大，耗电快啊。但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是这样的，就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变得特别多愁善感，就特别容易动情，然后一动情就特别想哭。但单口喜剧演员是这样的，我们一旦想哭的时候，我们会立刻开个玩笑，把这种哭的氛围化解掉。比如说我有一次参加我最好朋友的婚礼，台上真的很感动，我坐在桌上，我眼泪就在眼眶里转，然后旁边一个人问你感动啦，我说还不上菜，饿哭了我都，基本上就是这个水平。但是有了孩子的时候，就你真动情了之后，你发现你开这种玩笑，水平直线下降，没有任何人懂。我自己，他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产房门口等，因为我老婆剖腹产不让我进产房。你知道在产房门口是很焦虑的，你也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生，门口也不会有一个倒计时，在那放着3、2、1，
当爹啦！不会有这东西，我就在那儿徘徊，我说什么时候生？突然我听到一个婴儿哭，我说啊，这是婴儿哭吗？还是一个猫叫呢？这个季节也是闹猫的季节。然后护士说刘先生可以进来，我说我家闹猫了。我一进来，护士跟我说刘先生恭喜你母子平安。我先看我老婆平安，我说太好了。我说我看一眼我儿子，他就指着一坨红色的东西说这个。我说嚯！这是我天，你很难形容那一坨东西，就是一个无毛猫直接扔在那边，一个小婴儿那个胎毛就这么噌就炸，就感觉他被世界吓了一跳去，然后整个四肢就控制不住在那乱挥舞，然后整个脸皱缩，眼睛还瞪大，就完全跟反祖了一样，整个婴儿。我一看孩子，我说嘿，地道的北京人啊！我的理性告诉我，这孩子太丑了，我天，真丑。我的感性告诉我，他太好看了，我要为他挡子弹。然后我的理性感性一交织，我整个眼泪就往上涌，在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然后护士问我，起名字了吗？我说起了，叫红毛小星星。大冷场，产房都冻上了，护士连梗都不接，就让气氛尬在那儿。你至少接一句啊，那先生是姓洪吗？你至少。我说先生不是姓洪，先生是喜欢陈信洪。这个梗从诞生到现在效果没好过，但这是我给陈信洪的一封情书。然后他在月子中心也是，我特别容易动情。我把他放在月子中心，然后放在护士站，一排玻璃墙，然后那后面一排婴儿，护士在那儿照顾。我自己晚上回来去看他，我趴着那个玻璃，我说儿子。我儿子在里面一手拍着玻璃，一手拿起墙上的电话，爸爸，坚持上诉啊！然后我正感动的时候，眼泪正在眼眶里打转的时候，护士跑出来说：“先生，你要来干嘛？”我说：“我来挑个婴儿。”这护士也不接梗，我只能自己接梗。我说不挑了，你这个看着挺甜的，你多大啦？多大了？不说话，这孩子这太疯了。但是他出生之后，我爸妈来看他，我爸妈60多岁了，正是上班的好年纪。然后来我家看他，两个人在那逗小野玩，然后那一个瞬间我懵了，我整个人懵了，因为这样就是我儿子长得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然后我爸妈在逗他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从这个视角看到我爸妈在逗一个婴儿时期的我。我那一瞬间整个就不好了，我才明白，我说原来那个一直哭闹的婴儿就是我，原来那个一直不懂事的婴儿就是我，原来是我让我爸妈多了很多的白头发，当然更多是因为新陈代谢哈，一些自然规律。然后我当时。我在想，我小时候因为不会说话，没有表达出来的爱，好像会说话了之后也没有跟父母好好的表达，所以有一个瞬间我特别想跟我爸妈说点啥，我又说不出口，因为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刚要说，然后我爸妈转过来说：“怎么了？”我说：“你看他像个红毛小星星。”谢谢各位刘洋教授，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今年也是走到总决赛了，说实话挺意外的。我这个人呐，没什么冲劲，我是 INFP， 小蝴蝶，像蝴蝶一样美好易碎。你们再看我的造型，我都不是一般的小蝴蝶，我是发蝴蝶。发福了的发蝴蝶。没有小孩的人就讲这种段子。我是小野的朋友小蝴蝶，很开心啊！每天讲这种破玩意儿，大家就很喜欢我，很包容我。
收到很多网友一种很好的评价，他们说我做的是小 ego 喜剧，就说 ego 嘛，就自我意识。他们说我做的喜剧 ego 很小，自我意识很小，很温和。我很喜欢这个评价，我就这样子的人。胖子 ego 小，容易人缘好。胖子人缘好很简单，只要你每一次被陌生人喊胖子的时候，你都跟我一样露出憨厚的微笑，你就会是一个人缘很好的胖子，朋友越来越多。但你要选择回复我认识你吗？你精神病啊？我是你爹。那你可能会是一个人缘很差的胖子，比如罗永浩老师。只能开个直播间才能交个朋友。一边交朋友一边卖货，所有的友谊都被命运暗中挂上了小黄车，并标好了价格。我从小被人喊胖子，从来不生气，直到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家玩，朋友妈妈喊我胖胖，说实话一点不生气，我觉得挺可爱的。但我朋友突然开始维护我，说你怎么喊别人胖胖呢？你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他要是跟你一样喊你丑丑，你开心吗？哇，我当时真的非常感动，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一个人这么在乎我的感受，同时这么不尊重自己的父母。但我很喜欢这个朋友，因为他虽然说是个不孝子，但他不孝胖子。虽然他把他妈气得心脏疼，但我遇到了心软的神。ego 小也和之前的经历有关。我做了很多年的编剧，在娱乐圈也什么事都干过，什么活都干过。今天参加一个节目，节目组想让嘉宾坐在跳楼机上互动做游戏，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替身，抱着摄像机去进行安全测试。那么会是谁呢？你们坐过1个小时的跳楼机吗？连续1个小时，下来之后整个人都通透了，都有点通气了，感觉跳楼也不过如此啊。那是我人生最惨痛一段回忆。结果今天早上导演跟我说，我们决赛出场方式是从上面坐升降机下来，真的彩排时候都恍惚了，我穿越了。哥，导演，我跟你确认一下。咱们现在录的是中国最好的喜剧节目《喜剧之王单口季》，不是认真的嘎嘎们吧？我再确认一下，我是演员，不是编剧吧？试试吧。那你找个编剧给我测试一下。真的，那天在跳楼机上的1个小时，我真的想了很多。就进娱乐圈之前，都只在乎什么啊，飞得高不高？那1个小时，我只关心安全带锁得紧不紧。我知道娱乐圈越高越危险，最重要的只有安全。要想不摔死，就得把下半身牢牢锁死。以后别人再问我娱乐圈的目标是什么，我说5江上下而求索。后来我去参加一个节目当编剧，然后那个节目周老板是嘉宾，在现场我想找周老板打个招呼，但到门口有点犹豫了，因为他门口贴了块牌子，写着“艺人周奇墨休息室”，熟悉的名字突然特别陌生，我突然感觉到巨大的阶级差异，我的面前明明是一扇我非常熟悉的铝合金门。都感觉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门。就那一刻，我有一种闰土拜访鲁迅的感觉。我就想走，结果周老板正好开门了，哎，阿成，你来了，进来坐会儿。我说不用不用，我先回去了，周老爷。阿成，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来，今天吃点水果，这是西瓜。这是山楂，这是不锈钢叉。我说谢谢周老爷，我先认了。
虽然今天一直在吐槽啊，说ego小这个事儿，但说实话，我这个人就这样，我没什么自我意识，这种状态我最舒服了。你让我这种人突然变得非常的自我，我肯定也会很难受，大家都会很难受。那就不要留。突然的自我。你们现在是不是很难受？这位美女，你是不是很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突然的赵丽蓉老师，这就是我就是没有自我。我的皮下是王建国。说这么多啊，我就一直坚信，我们ego小、没有自我的人也能做好很多事。比如最近我家的门窗生意真的好了很多，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最近台风很多。大家都想加固一下门窗，那为什么今年台风很多呢？会不会是在亚马逊流域有很多小ego的 INFP？ 在扇动自己的翅膀。小蝴蝶还说呢，啊，虽然我扇动翅膀可能会带来台风，但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福祸相依。所以我也不是一般的小蝴蝶，我也是发蝴蝶。就这样，我是小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鹿啊。我今年确实是结婚了啊。然后呢，家里人呢不出意外就开始催生了啊。在我婚礼当天，我当时还站在外面迎宾啊。我奶奶过来拉着我的手，早点生。我说现在吗？办完吧。办完后呢，我奶奶又说：“哎，这在娘家，你俩住一起不吉利啊，你俩得分开睡。”我说：“奶奶，你还记得孩子是怎么产生的吧？啊，分开睡还早点生，那才是不吉利吧？”现在家人群里还有人发那种什么不生孩子的女人是不完整的，哇，家人们谁懂啊？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们没生孩子的女人都有生理缺陷呗。那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发津贴、发补助？啊，以后公交、地铁上应该设置老弱病残孕不孕女乘客专座。以后黑灯开专场君不见啊，我开专场娘不生。我不演了，你自己演吧。现在职场对于女性的这种期待又完全相反。我闺蜜现在32岁，在找新的工作，每一家公司都在面试中给了她亲人般的关怀。关怀就是关心她怀孕的情况。问她有没有对象？跟对象感情怎么样？有经常在一起吗？这就是性别歧视啊，歧视了男性，因为他们肯定不会问男的这些问题。给这种关怀啊，一旦给了这种关怀，那男的一定欣喜若狂，稳了 ，HR 对我有意思。你感觉现在啊，职场对于招聘女性的要求，你要很有才能，但是不会怀孕，也就是怀才不孕。这不是皇后对安陵容的要求吗？好可怕呀！再这么发展下去，以后这些公司会不会办公室里点麝香，往女员工的冰美式里倒避子汤？真是30加女性的处境就是很割裂啊！父母总担心你不生孩子，公司总担心你要生孩子，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不听。哎，要不咱们以后面试把父母带上吧？啊，让你的 HR 大战你的 FM。HR 说：“哎呦，招不了啊，他来我们这儿会生孩子。”父母说：“哦，来你们这儿会生孩子。”哎，多新鲜呐！在家跟我说死都不生，来你们这儿就非要生，你们这是办公室还是生产队呀？啊，你这发的什么 offer？ 令人胎动的 offer？ 但是你说我们30加女性考虑生育，那也无可厚非嘛。
因为医生专家都不断的说，如果女性要生育，最好在36岁以前。哇，这话在我听来就像是我的每一颗卵子上面都刻着一排小字 ，best use before。而且我们女性生育还是有个 deadline 的，我又不像男人一样至死都是有生育力的少年，我绝经了我就绝后了，我就没有卵用了。还是会焦虑的啊！前段时间我还带着我的生育搭子去了趟医院，检查完之后啊，医生跟我说，他说你要孩子你就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啊，不要熬夜，不要吃外卖，不要抑郁，不要焦虑啊，不要压力过大。听完我就压力过大，当晚就失眠了啊，就想熬夜、抽烟、喝酒、吃外卖。而我的搭子哦，他只需要不抽烟，而他本来就不抽烟，所以他只需要做自己就能做爸爸。哇，我真的好嫉妒他！我现在甚至希望他染上烟瘾再戒掉。哎，我突然感觉妈妈爸爸这个组合好像凤凰传奇呀。女方竭尽全力，男方毫不费力，双方平分传奇。啊，男方仅有的存在感就是女方说要不要孩子呀？他说要。然后女方生了孩子之后，男的说哦耶哦耶。妈妈爸爸这种职称难道不应该按劳分配吗？对吧？妈妈把孩子生下来，那男的首先是哥哥。表现良好了，封为叔叔；犯了大错，贬为弟弟。以后改过自新，努力奋斗，功高盖我了，可以把他扶正为爸爸。以后这男的要震慑孩子，都会对着孩子大喊说：“放肆！为父可是你妈妈亲封的爸爸。”现在确实啊，嫉妒已经使我有些丧失理智了啊！我现在有时候会甚至看着我的搭子，心想：明明我俩之间他是那个更适合生孩子的呀。啊，他比我健康，比我健壮，而且我们女性生育会出现的什么脱发、痔疮、大肚子，那都是男人中年本来就要得的。不如顺便怀个孕，这样都没有人嘲笑你了，都会来宽慰你说：“哎，做父亲的哪有不得妇科病的？”对于孩子，我现在真的是既怕生又怕养啊！我很怕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就有了软肋，因为他妈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以后这个孩子在外面，别的小朋友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击碎他。你妈好尬呀！而我如果真的当了妈，万一啊没有平衡好孩子和段子，那我确实就会变尬。到时候我可能会去道德绑架我的孩子，说：“妈妈生你之前不知道有多好笑，要不是生了你，妈妈早让人笑死了。怪你个不孝子！”我都不敢想象以后我的孩子写作文会怎么写我啊！我的妈妈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她每天晚上都不在家，她要么在剧场，要么在酒吧，整晚跟人嘻嘻哈哈。夜深人静了，她才回到家。昏暗的台灯下，妈妈佝偻着背，那是她看自己的段子笑弯了腰。妈妈陪伴观众的时间比陪我的时间还长，我难过，但也理解，毕竟观众是妈妈的衣食父母，也就是我的外公外婆。我问妈妈，为什么这么忙还要生我呀？